所以2021年你做年度总结了吗？这一年你学到了些什么东西呢？那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迈向财富自由的第一年的学习和成长。大家好，我是 TC。大家好，我是思维，可以叫我小秋，可以叫我 TC， 可以叫我小秋。那我去年辞职之后，我们两个开始思考财富自由，开始思考多元化我们的收入。今年理论上算我们走向财富自由的第一年。我们今天就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学到了什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 TC 会总结一下他的学习成长，我会总结一下我的。我们两个的成长可能会非常不同， TC 可能就是更理论知识系统的成长，而我可能更是精神上的生活上的成长。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学习和成长就是要多尝试，然后尝试各种各样的体验。就从我辞职了之后，我上了一些 life coach 的课，上了瑜伽老师课，然后学习了中医，我们也尝试了做亚马逊卖家，做爱彼迎，然后现在开始做视频。其实这都是我在探知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过程，什么事情到底吸引我，我更愿意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给我们制造了很多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但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来真正的找寻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而只有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尝试，我觉得才能挖掘到自己真的喜欢什么。比如说我在上瑜伽老师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可能这个身体上的练习，这个运动不一定是我这么喜欢，但我非常喜欢瑜伽中比较偏冥想，比较偏精神成长的一个部分。我在学中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并没有这么喜欢治病这一个部分，但是我非常喜欢阴阳平衡、五行的相生相克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会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用阴阳、用五行来解释，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慢慢的我就会知道什么样子的事情更吸引我，我们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包括做卖家、做爱彼迎、做视频也是同样的。我们两个在做卖家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两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我设计完产品之后，发现之后所有的步骤我都非常的不感兴趣，但是幸运的是 TC 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事业给做起来。相反，做视频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对编辑、对传达我们的一种思想、一种能量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说今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成长，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找到你心里面真正喜欢的、想要做的事情，这样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非常的愉快舒心。那对于我的第一个 learning 呢，我觉得恰恰相反，我觉得一定要非常 conscious 去尝试什么，探索什么，不要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探索。就打个比方吧，就是今年我们在做亚马逊卖家生意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多尝试一些新的产品，然后可以让我们这个生意发展得更快。所以当时尝试的产品，其实有些产品的门槛真的没有特别高，就是一心想的，如果我们去做这个产品，哪怕卖不出去，也就是3至5千刀的投资，然后打水漂，那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实际尝试下来，你会发现，去发布这个新产品，把它从中国运过来，然后把它库存存好，然后寄到亚马逊货仓，然后再做广告，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需要时间和精力的。而如果你这个产品本身没有特别有吸引力的话，你就会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在一个并不会给你赚很多 profit 的产品上，而这个时间精力你是可以花在那些可以让你赚更多钱的新品上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反而是一定要知道自己把时间精力花在哪上面了，特别是在你事情特别多的情况下，一定要对那些你想投资时间的事情很有选择性的考虑。那我的第二点其实就是我认为人生有时候你不需要设太多的目标，不需要设太多的期待值。我认为我们从小到大其实都在一个期待下成长，父母可能期待我们成绩优异，老师可能期待我们做班级的榜样，社会期待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价值。我们的人生中接受了太多的期待，而有时候我们需要从心出发，感知你的生活，你的心在把你往哪个方向推，而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期许把你往哪个方向推。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从小都在父母的期许下要做一个好学生，要拿一个好的工作，在老师的期许下要做班级同学的榜样，在社会的期许下你要作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社会有回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期许下，其实没有关心过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想成为一个舞蹈家，你可能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因为社会一直给你铺好了一条路，
你没有机会去尝试这些东西。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停下你的脚步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是别人眼中的孩子，成绩优秀，本科学了数学之后去哥大读了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亚马逊，也是在工作中做得很好，升职升得也很快，收入也不错。但直到去年停下了脚步，开始尝试，开始真正的了解自己之后，才慢慢的发觉什么是真正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不管你现在在人生的什么样子的阶段，都闭上眼，静静的思考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爱。你已经为社会为他人付出了很多了，好好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么。而对于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其实更加清晰了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像小球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你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过去1年我们做亚马逊卖家，我们做长租做短租，然后现在甚至开始做 YouTube， 而这些事业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真正是属于你自己的事业。我在亚马逊做产品经理真的是很享受那个工作，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产品经理这个工作的职能，但是始终我个人觉得工作之余始终会觉得有点空虚，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开始尝试不同的副业，开始做这些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以后，我才会觉得每天真的过得很踏实。然后你做的这些东西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相比一个工作，你哪天不付出了，不投入了，你就没有钱赚了。而这些属于你自己的事业的话，不管你有没有继续去花时间花心力，他们都可以为你7天24小时的赚钱。所以我真的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成长就是意识到我自己对自己事业的渴望和这种对自己事业的这种 ownership 的一种 appreciation。虽然我们做的这些事业现在都没有特别大，就像小树枝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慢慢这样培养他们总有一天可以会变成参天大树，然后可以让我们在树下乘凉的。那我还有一点学习呢，就是2021年我真正了解到了房地产投资有多么给力。以前一直认为其实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差不多，所以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血去投资房地产？今年通过我们自己去做长租做短租的这样子的房地产投资，是通过我们炒好多价他才可买房子。对，才了解到就是房地产投资真的是一个非常 return on investment 很高的投资。为什么？因为房地产投资你可以利用很多杠杆借很多钱，然后在一个特别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大概3%的利息的情况下，通过这些利息很低的钱为你去自己赚钱。而这个属性不是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达到的。就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做亚马逊卖家的话，如果我们要去借同样的钱的话，我们要花很高的利息，因为亚马逊卖家本身这个商业的危险性质很高。而相比之下，你进行房地产，不管是长租、短租还是 vacation home 的投资，因为它有一个房子一个实体在那里 back up 你的 investment， 所以你的 interest rate 自然而然就不会特别高。而这种能让你借很多钱，然后通过这借的钱去赚钱的行业，可能说白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就只有房地产投资这个行业。所以我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经常也会跟别人讲，我觉得对于 middle class 来讲，房地产投资真的是帮助那些中产阶级 getting out of middle class 最好的一个投资方式，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在低利息的情况下借到很多钱，然后为你去赚钱，而其他的行业是不存在这个性质的。也因为这个了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未来3至5年的计划的影响还挺大的。之前的我的想法就是说，赶快把自己亚马逊生意给增长上来，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收入，不一定要待在公司上班。突然发现房地产投资这个事情这么 attractive 以后，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延长了我自己 see myself 在一个公司打工的时长。因为你在一个公司打工，你在这个公司的 W2 income 可以让你去借很多钱去做房地产投资。而如果你自己出来干的话，你那个 self-employment income 是没有那个 W2 income 那么稳定，那么让你可以借很多钱让你去进行房地产投资的。所以这一点 learning 其实也挺改变我们未来3至5年的计划的。那我第3个学习和成长，就是我认为找到一个平衡，找到一个身体和心理上的平衡特别重要。我觉得之前一直工作，有很多压力，自己觉得也年轻可以承受，经常出差，经常晚睡都没有关系。但直到一个点，我发现其实我的身体已经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了，就突然开始觉得这里也不舒服，那边也不舒服，睡觉睡不好，然后吃饭也不好消化。直到自己现在开始慢慢学中医，慢慢开始调理，才发现原来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你身体上很多的问题，也可能是你心理和精神上的不平衡导致的。你压力过大，你经常容易生气，或者很容易不开心，觉得不满足，都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而早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早早的开始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心理，把它调节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早早的开始调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健康、更平衡。所以你在你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你在今年有什么样子学习和成长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对我们内容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见哟，拜。拜拜。灰灰今年有什么学习和成长呀？灰灰今年有什么学习和成长呀？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学习和成长。